白素贞的儿子居然学自己的老妈喝下了雄黄酒，没想到在大婚当日显出了原形，差点没把新娘子给吓死。小青带着许仙不远千里赶到京城，想和金科武状元士林相认。两人来到将军府，打算投靠孟宁，而孟宁也因此得知了许士林正是白蛇精的儿子，心里开始盘算着要如何陷害士林。他假装收留了许仙和小青在将军府，第二天就把他们送到了许士林的面前。没想到士林压根儿不想认许仙这个父亲，把小青跟许仙当成了疯子。许仙告诉士林，你娘辈正在塔下18年，要是看到你如今长大成人，一定会非常高兴的。可许士林却认为他在胡言乱语，命手下立马把许仙拿下。小青看不下去了，大骂他大逆不道，连你的亲爹都要抓。于是拔剑和这些人打了起来，孟宁则躲在暗处看好戏。小青吐出毒烟将他们迷倒，士林下令要将许仙和小青乱箭射死。眼看形势不妙，小青连忙带着许仙逃走，可许士林居然想要赶尽杀绝，追着他的老爹和小姨满街乱跑。眼看前面没路了，小青朝着他们吐出寒气，将小兵们冻成冰疙瘩，随后带着许仙闯进了将军府。官兵进不去将军府，只好就此罢休。现在城内被士林下了令到处追杀他们，孟宁就劝他们到城外的清水崖暂时先避一避风头，再慢慢找机会劝说士林。怎料阴险的孟宁却暗地里写了封告密信，将士林是白蛇所生的事情告诉了大龙女。大龙女怎么也没想到许士林竟然是白素贞的儿子，于是他又开始使坏，跑到皇上面前挑拨离间，状告法海私藏妖孽的罪名。皇上听后龙颜大怒，立即派人要好好彻查此事。许仙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千辛万苦跑来京城，亲生的儿子不仅不认他，还到处追杀他，不仅心疼起了自己的娘子，自己已经负了他18年了，现在连儿子也要负他。埋怨老天为何要让白素贞吃这么多的苦，如今自己的儿子不认爹娘，心灰意冷的许仙趁夜深人静之时想要上吊自尽，幸亏小青及时赶到救下了他。许仙已经崩溃了，自己不但不能跟妻子团聚，连儿子都嫌弃他不认他。小青只好不断地安慰姐夫，眼看士林马上就要和公主成婚了，法海担心士林成婚当天会因喝酒显现蛇族的特征，于是嘱咐他千万不能饮酒，可用甘露代替，还打算随行监督。没想到大龙女担心法海看到他会识破他的身份，只好求皇上不要让法海出席婚礼，声称出家人不宜沾染荤腥，婚礼上那么多山珍海味会显得对出家人很不敬重。听他这么一说，皇上也觉得很有道理，只好不让法海出席婚宴。很快就到了士林跟珠儿的大婚之日，皇帝赐下好酒，士林表示自己从小在金山寺长大，金山寺的弟子不准饮酒，所以想用甘露代替。皇上表示酒宴上可用甘露代酒，可是这交杯酒是必须得喝的。许士林看向法海，法海如今也没了办法，他最终还是喝了酒。皇上非常高兴，但愿这对新人白头偕老。没想到在回寝宫的路上，士林开始在轿子里慢慢显出原形，手上和脸上长出密密麻麻的鳞片，很快就到了公主寝宫。随从便请驸马爷下轿，许士林一出来，把在场的人吓个半死，因为他的脸上已经长出了鳞片，众人把他当成妖怪，和他大打出手。解决完外面的人，士林急匆匆地来到婚房。小龙女本来满心欢喜地等着士林来洞房，结果盖头一掀，差点把他给吓尿了。士林捂着头痛苦不堪，挣扎着倒在了地上。珠儿连忙上前查看，他不知道士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许士林挣扎中昏厥了过去，再次醒来时才意识到自己是半人半蛇，原来自己真的是白蛇和许仙的儿子。我是白蛇和许仙的儿子。他实在接受不了自己是个妖怪。此时皇上收到消息赶来，马上让侍卫围住寝宫，要将许士林这个妖孽乱箭射死。许士林冲出来和侍卫们大打出手。孟宁一直痛恨士林抢走了自己的武状元，还抢走了他心爱的珠儿，正好趁此机会除掉士林。
士林见人多势众，赶紧带着珠儿躲进了寝宫。此时大龙女火速赶来，煽风点火，要皇上将法海抓来治罪。身为降魔国师，居然养了个妖物在身边做徒弟，还把他送进宫来，明摆着是图谋不轨。士林得知了自己的身世，半天都没缓过神来。没想到法海这么多年一直瞒着他，难怪自己会蛇功还百毒不侵。原来他的身体里流着蛇妖的血。珠儿已经深深爱上了士林，他不介意士林扮妖的身份，因为他自己也不是凡人。珠儿将自己是东海小龙女的身份，以及大龙女和法海的恩怨，全都告诉了士林。士林这才恍然大悟，既然咱俩都不是人类，那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儿。皇上找到法海，逼他赶紧收服许士林，将功赎罪，不然他这个国师也别想当了。法海只好找到士林，劝他放出公主，没想到却被士林臭骂他是卑鄙小人，养了他18年，却一直隐瞒他的身世。法海表示自己是有苦衷的，以后会慢慢跟他解释。可士林根本听不下去，他简直恨死法海了。此时皇上带着法能和孟宁赶来，见法海迟迟未能收服许士林，再加上法能在一旁煽风点火，皇上就下旨要拿下法海。此时士林冲到外面，表示在他没弄清楚自己的身份之前，谁也不许拿下法海。皇上命人赶紧放箭，法海为了救自己的徒弟，赶紧一掌将他打进了屋里。士林趁机逃到了宫外。如今的他人不像人，蛇不像蛇，他埋怨老天爷的不公，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？为什么自己会是白蛇的儿子？由于法海私藏妖孽，纵容徒弟进宫兴风作浪，险些伤害公主，被皇上撤去了国师之位，然后把法海的师弟法能封为国师。法能终于如愿以偿，和得意门生孟宁狼狈为奸，商量着接下来要怎么铲除许士林和法海。可如今他们都有把柄在大龙女的手上，首先就是要先除掉这个祸患，于是直接在皇上面前拆穿了大龙女的身份。真正的公主和贵妃早已在江南观朝的时候就遇难了，如今的贵妃和公主乃是妖孽假扮的。皇上听后简直不敢相信，随后立马下令捉拿大龙女。大龙女吓得连夜跑到了孟宁府上，孟宁幸灾乐祸，开始羞辱大龙女：你当初不是猖狂的很吗？怎么现在跟过街老鼠一样了？如今外面的官兵都在追杀大龙女，大龙女只好低声下气地求他收留，并表示只要能够收留他，他会撮合孟宁和珠儿在一起。孟宁这才姑且把这女魔头留在了身边。珠儿本想在清水崖跟士林会合，没想到却遭到了孟宁派来的人追杀，将他强行带到了将军府。珠儿知道孟宁早就不是以前的孟宁了，现在的他为了利益不择手段，甚至为了得到他不惜置士林于死地。珠儿十分的厌恶他，大龙女跑来劝妹妹跟孟宁和解，可如今的珠儿经历了这么多的事，已经不会再受姐姐的蛊惑了。她怒斥姐姐不知廉耻，为了利益不择手段，还像孟宁这种人低三下四，三番五次的利用自己，完全不顾姐妹情。珠儿这次总算硬气了一回，把大龙女怼得哑口无言。你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姐妹情，你懂得的只是利用，利用，利用。他要大龙女转告孟宁，他死也不会喜欢上这种小人的。许士林在清水崖附近遇到了许仙和小青，气得他扭头就要走，小青急忙拉住他，表示你的娘亲很需要你的帮助。可士林现在非常痛苦，甚至责怪母亲白素贞，她身为蛇精，为什么要到凡间与人相恋，还生下他这种人不人蛇不蛇的怪物？小青不允许他这么说白素贞。许士林认为，虽然白蛇和许仙对他有生身之恩，可是从来没有养育过他，根本不配亲情二字。许士林如今失去了一切，导致他性情大变，开始在街上兴风作浪。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干脆他就做一只半妖好了，到处欺负百姓，甚至因为法海的缘故，让他开始仇视佛门弟子，抢走了一位小和尚的钵盂，把狗屎扔到了里面，简直就是对佛门的大不敬。小和尚无奈只能跑到河边清洗，气得他边洗边骂许士林。此时法海刚好路过，经过一番询问，法海得知许士林就在这附近，于是决定前去降服他。此时的士林正在教训一群山贼，想要霸占山贼的地盘。山贼们被士林欺负惨了，只好连连求饶，尊称他为大王。士林命他们出去散播消息，要方圆百里的村民尊他为神，在此地占山为王，自封为百花洞洞主，让所有人都来参拜他。见有人质疑他的实力，许士林便当众施展妖术，众人这才相信他是蛇仙。小青和许仙来到将军府，没想到却见到了被软禁的珠儿，得知他们要去找士林，珠儿求他们带自己一起前往，
还当众拆穿了孟宁和大龙女的阴谋，可却被大龙女搪塞了过去，谎称珠儿跟他们之间有些误会。珠儿表示，如果不带她去，自己就当场自尽。于是孟宁只好将珠儿也带上，几人一同出发。刚来到客栈，小青就听当地村民在说关于百花洞的事情。传说里面住着一位显灵的蛇仙，对百姓那是有求必应。小青和法海一猜就知道是施林在搞鬼，想要亲自去会一会这百花洞中。大龙女知道施林占山为王的消息，也跑来凑热闹，表示施林如今沦落成现在这样，罪魁祸首就是法海，还谎称法海已经抓走了珠儿，他想蛊惑施林跟他一起对付法海。施林本就对师傅不满，经大龙女这么一说，对法海是越发的憎恶了。而孟宁也找到了这里，大龙女趁机挑拨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，想要他们相互残杀。如今施林妖性爆发，孟宁压根儿不是他的对手，念在以前是同门师兄弟，施林饶他一命，但自今日起他们之间的兄弟情就此了结。如今大龙女投靠了施林，孟宁这才明白自己被他给坑了。法海也很快找了过来，打算把他抓回去，以免他继续祸乱人间。施林却大骂法海是个伪君子，实际上就是个妖僧。师徒二人一言不合就开打，法海立马祭出捆仙索，想把许施林收服。